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燃炸，暑期档下一个王炸来了！王一博这是真热烈啊！热烈观感是真热烈呀，不是粉丝，没有滤镜，纯粹是因为电影好看。毫无疑问，热烈的票房成绩会非常热烈。热烈是典型类型片，几乎没悬念。更何况，燃炸全场的节奏，炫而又炫的舞步，就算我想剧透也没法透明白。但是，知晓细节依旧影响观影。我们细说：一、由和傻制成少年和狼狈中年的一体两面。热烈选角很准确，特别贴。黄渤饰演的丁雷，3分油腻，3分欠，3分狗，3分江湖义气的义薄云天，3分教武育人的掏心掏肺，3分至残至死不悔的至诚至烈。在富二代凯文总手下曲意逢迎，当狗腿子型教练，因为跪法不够麻溜、不够快速、不够标准而被嫌弃，找自己的老几位朋友们帮忙。人到中年事事难，还没顺利开口就被对方的难处先吓到，千言万语关关难过，都无从说起。电影没有刻意渲染不如意的哀愁，相反，让在场的3位和在手机里连线的第4人一起热烈跳舞，身材走样，舞步夸张，分分钟惊呆见多识广的 KTV 小哥。乍看很油很老气很不合时宜，但可爱啊！往日情怀和梦想，热爱和记忆，哪怕早已放弃，早已转行，早已在风尘碌碌谋生路上面目全非。某个瞬间，当灯光亮起，音乐响起，人依旧能梦回往日灼灼风流潋滟时光里。所以，那样油油腻腻的一场中年局，却又闪耀着真诚温暖的青春热烈质感。对故交老友，对陈硕等孩子们，对各色人等的油滑进退，外表之下的纯粹本心，维度构建出很立体又很典型的老丁。王一博饰演的陈硕，大巧若拙型傻子，一根筋的憨憨，主打一个情商极高。心仪的女孩主动加他微信，咱们加个微信吧，以后关于街舞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你。他不假思索直求我推荐你一个公众号，不懂的上面都有。看见对方啊你在说什么问头问号显眼包之后，方才醒悟，当然你也可以问我，顺利加上微信。处理层次很合适，第一时间下意识回应，是角色一贯的超高情商特点。第二落点上又反应过来，毕竟他是真喜欢，毕竟他只是过于直接，不至于连如此明显的意图都无法 get。陈硕的傻和憨，情商极高，他表达都很若巧若拙，特别贴角色。他总是说我可以的，总是不停转，不停摔，哐哐哐特别大声摔倒，在不断练习，让人能体会到切肤的痛感。为梦想奋不顾身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在每一个可能的、不可能的、可以的、不可以的缝隙中，都疯狂转，摔再摔再转，很具体很热烈。丁雷和陈硕，不同节奏不同质感的两代人，无论师徒关系还是角色模式，都很常见，都有一大把经典案例可对照。但是赢在完成度高，动人。一个是艰难处境中的青葱锐气，一个是复杂包裹下的未老未灭真心。一油一傻，一拙一滑，但都热爱，都热烈，是不同年纪不同阶段的典型，也是万千缩影的高光凝练表达。用水滴石穿式的拙，对抗风霜岁月严相逼；用愚公移山式的笨，使向梦想的遥不可及。心中依旧烧着一把火，点着一盏灯。二、喜感的纹路肌理，热烈是最卖座的那种类型，好哭又好笑。这一段我们聊聊好笑，笑点密集，不尬。第一，有角色纹理和呼吸的喜感。电影中陈硕妈一边干活一边问，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叹号精跳舞，
这个叹号精，我每次看都笑。浙江第一舞团惊叹号变成叹号精之后，莫名就充满了小沈阳浓郁的个人特色。听老谢说，这一笔很有意思。老谢初见老丁时暗暗当对手，是竞争对手，其实完全不是同一赛道和量级。暗戳戳又明晃晃的淡淡敌意、甜甜醋意都在其中。同时，陈硕妈如此说，也很有长辈爱孩子，但对具体动向不够清楚的普遍共性。再比如老丁夸陈硕喜欢的李明珠不错，陈硕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店里蜡像，说86版经典造型，高情商人设严丝合缝贯彻到底。热烈中类似的笑点很多，不是搜罗粘贴拼凑所谓梗，而是贴着人物性格长出来的，顺着角色关系慢出来的。不拧巴，不特别用力，快看啊，我来搞笑了，这里快笑啊，但有自然预贴的喜感。如果说低俗笑点让人诟病的核心症结在于下三滥，那么热烈中诸多可爱笑点让人愉悦的核心，或许就在于融入生活市井烟火气中的低而不俗、细而不碎。第二，不顺撇的设定，悲情和喜感的并置。你能想象岳云鹏演留学巴黎的雕塑家吗？肯定不能吧。结果还真信了，还挺有喜感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喜剧电影中小岳很难用，大家太熟悉他，很难被调动，更难出新意。而这次他受刺激的雕塑艺术家形象很出彩，半秃头穿着背心邋里邋遢出现，很有存在感。最后的全国大赛，小舅嗷嗷大哭，又好笑又好哭。第三，他山之玉，张子贤饰演的狗腿子，小沈阳饰演的谢哥，张海宇饰演的翠彪等等，人均很有看点。影片大量汇聚这就是街舞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卡司，非但没让我出戏，反而有镶嵌自然、构建自如的丝滑既视感。蒋龙饰演的资方代表，饭局上站起来，我作为资方代表说一句，一则赞助垃圾桶且演出费用只有10万，开口资方代表，小打小闹小生意和大开口大话术的对比，反差感很萌。二则在真实情绪面前提不那么重要的金钱关系，真假虚实，又有真切的情感，又有显眼包式笑点。再比如决赛解说员宗俊涛和大锁，首先要承担介绍功能，赛制上、动作特点上、情绪铺垫上，都需要适时引入和介绍说明。当然他们介绍并不干巴，在极其热烈的场域下，分分钟也是情绪显眼包。洗车店里我熏陶的张佑维等等，人均有笑点。街舞来的各路专业大神卡司，更是奉献了诸多又燃又炸又好看的场面。影片用好用对了他山之玉，做出了1+1+1大于3的效果。三，群像共情基石，并置遥远和切近的两极。刘敏涛的角色3分市井温情，3分家人暖意，3分困境中燃烧的热烈。归根结底，一个背景苦情、心态乐观的可爱母亲，是各路励志片中烂大街的立牌菜设定，可以从杭州排队一直排到巴黎。但是刘敏涛饰演的这位妈，每个预期泪点照就会让人眼泪汪汪嗷嗷哭。为了让孩子心无旁骛追逐梦想，她终于放下心结登台商演。此前剧情数次铺垫要不要登台，走势非常明显，一切都是标准老旧套路，但管用。小红帽陈硕风驰电掣赶到喜宴酒店门口，上楼之后愣在当场，节奏斗转，戛然而止，镜头从他的视角看母亲，流光溢溢，歌声款款，往事悠悠，情愫绵绵，宾客儿童来往寒暄，一片热闹中无人在意台上商演的歌者。一如早前陈硕在鸭脖店庆典上演出，一如他在幼儿园活动上当奥特曼转啊转抓怪兽。零星掌声和同志鼓舞，被遗忘被后置被冷落的表演者。
明明站在舞台中心，却又好似被全世界遗忘为一个廉价的路标。明明只是一场收费不高的普通商演，却又流淌着温柔动人的烫金力量。万丈红尘烟火气中，忙忙碌碌纷纷扰扰的一个早点摊，一家烧腊店，唱出了举世皆遗忘我也依旧有光芒的风华。又酸又暖，又束缚又自由，又平凡又了不起。客串的宋祖儿饰演陈硕喜欢的姑娘李明珠。影片中丁雷定位她是陈硕的小女朋友，且两位明显是互有好感，彼此暧昧。但凭陈硕这靠本事单身1万年的超级高情商技能，目前两位应该暂时是恋人未满的阶段。有没有女朋友的名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偏工具人路数的角色并不太工具化，呈现妥帖、精准、讨喜。送走3分邻家姑娘的可爱元气，3分自带柔光的美好既视感，3分和陈硕本质相通的天真热烈。好看、优越，观感很舒适，但又不至于脱离真实背景，不至于悬浮。二人相识是深夜地铁，陈硕在无人车厢中一遍遍练习动作，姿态扭曲，肢体尴尬，摔倒在的之后，遇见刚上车的李明珠。从这个人有点怪到怪可爱的，虽则模式很依赖强巧合型关联，但整体质感甜且可爱。无论是母亲、爱人还是师长，队友热烈中在洗车店里熏陶他的同事，一场给300巨款的老谢提前离开舞蹈队回乡开始小格子间里无趣工作的翠标，还是资方代表蒋龙，人均有关于梦想、关于热爱的共情基石。一方面是很理想化的、燃烧的一条路走到黑、死磕，另一方面又是落地、自然，满溢着菜市场小摊子烟火气的亲切感，在一远一近两极之间张弛有度，错落有致，共情基石坚牢且庞大。4. 几点碎碎念。1. 细微终端内嵌的宏大结构。影片中对峙双方，一方是寒门苦孩子韩硕，另一方是霸道、傲慢、专制的独二代凯文。前者虽然家庭清贫负债累累，但温暖又热烈，上进又明媚。后者是空虚又空心的以前压人符号，有几个臭钱就特别臭。如是构建寒门豪门对立之后，温暖贫寒一家人比千金更昂贵的戏份，自然容易拥有更广泛的共情基础。比如凯文飙豪车，而硕硕喜豪车。当然热烈虽然很套路，但不至于让人觉得是从终极意图出发，给概念穿上干瘪的角色外衣，并不赢在内嵌宏大对峙结构的特殊或新鲜，因为并不特殊并不新鲜，而落在细腻可感可笑可哭可喜可悲的故事褶皱中。电影选曲也很贴，比如刘敏涛版和蔡琴原版张三的歌太对味了。我们都是小小的张三李四路人甲观众乙，但点燃心里的梦，死磕脚下的路，又都有最难忘的舞台。2. 对某一门类既纵向也横向式呈现。作为零星断续看过这街的路人，我能认出电影里的夜莺、小海等等，都是真街舞大神。移植一档综艺中会跳舞的人来神仙打架，如何避免让电影沦为综艺剧场版？让舞蹈的好看和电影中角色表达、故事推进、情绪诉求结合在一起，同时如何形成有递进的一浪更叠上一浪的层次感，既要又要还要。热烈中有扎实的多维呈现，比如表达心魔心结时，虚化舞台呈现无人之境中的惊艳表演，比如饭局上送别翠标时众人打节拍，再到大赛时突然没有音乐众人山呼海啸踩出节拍。热烈的内核和外缘都清晰都动人，比如伴随着逝去日子吟唱，让角色、街舞动作、故事情节推进都有序有章法有看点交错呈现。大鹏导演一直让人觉得是聪明人，而某种聪明折射在电影里，有很容易变形为算计，
不容易引发最广泛、最本真、最热烈的共振，但热烈特别热烈，手法工整，情绪很能共振，好笑、好哭、好炸，舒心解语。为什么我们永远爱看励志故事？在越来越蹉跎、越来越套路的日常中，有一束光，一个梦，把蚊子血变回红玫瑰，把范米粒变回白月光，同时还不起力不虚无，像是离开复杂现实的一个梦，又像最贴的飞行的一站地铁票，自带遥不可及的美满，同时又浸透着唾手可得的亲切，把一滩水渍变成一场江湖浩荡的水晶大梦，把衣服上馊了的一点汗味变成发光的勋章，小到可以塞进任何一个小红帽小小的头盔里，大到可以装下好多好多人梦的热烈。